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冷门格斗游戏《魔刃降临：血剑王朝》。选择的人物没有悬念了，只有这么一个御姐型的角色。三门成绩看着不错。操作方面只有3个攻击键，轻、中和重。其中轻攻击、中攻击和重攻击可以互相的组合，2个键一起按是吹飞攻击，回头可以接必杀技。这个角色必杀技是飞行道具升龙，其中飞行道具可以在空中使用，并且呢也可以在升龙后面接上。另外有一个瞬移的技能，还有就是3个键一起按是把武器投掷出去，这是角色的通用技了，所有人都有。放了一个超杀，超杀的话有3个，每个人物有2个自己的，另外有一个算是通用类的超杀吧，但是形式上每个人又不同。看看第一个角色第2局我能不能再攒一个气。好，刚刚这招呢是下中攻击接一个站立的重攻击，这个技能算是比较实用的连续技了，因为这个角色的飞行道具太慢了，升龙的破绽又比较大。这是第2个超杀，这个超杀如果离得近的话，可以把敌人打起来之后接一个升龙。但是这个角色2个超杀，如果你放超杀图中被敌人击中了，那超杀的贴图仍在，但是已经没有攻击判定了。好，打第2个角色。这个游戏算是有8个常规角色吧，7个，算是7个，后面有一个影子，但是他的必杀技比我是强多了。另外还有2个 BOSS。这个游戏可以说系统方面是很出色的了。大家看下面的气槽，其实是有2个气槽的，血槽也是2格，打击感也不错，画面也很好，但是没有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品的时间太晚了。它出品的时候，2D 平台的格斗游戏的王者、街头霸王和拳皇都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了。所以说，虽然游戏是素质很好，但是呢，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没有见过。好，我刚才使用了这个人物的第3个超杀，下3个键，那它的效果就是让你的魔剑变成2个，普通攻击都是变成2段了，非常强势。这招是这个角色的杀手锏吧，前2个超杀可以说不是很出色。现在打这个角色是选人的时候是一个默认的角色，看起来是主人公一类。招式方面升龙比较强，但是呢 AI 都有一个多动症的特性，经常你不打它自己就嗨了，突然一个升龙下来你可以接它。但是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角色升龙下来之后不是很好接的，落地之前你感觉它就已经开始有防御的判定了。毕竟这款游戏它不是拳皇，也不是街头霸王。好，这是它其中一个超杀，打了我大概是40%的血。它还有个超杀就是升龙的加强的，大概也能打1格的90%左右。可以了，我把这个技能放了吧。跳跃的一个中攻击，接落地的下中攻击，然后接一个重攻击，大概就是半格血，比较狠了。好，刚刚对面放了一个超杀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，因为我离他很远，他竟然放了一个升龙系的超杀，这就是 AI 真的是多动症。第4个角色，这个小女孩拿了一本像是死灵书一样召唤骷髅，这个骷髅非常狠，打他我是非常不适应的，感觉他的骷髅和他的本体是2回事儿。而且它的本体
被攻击的判定贴图就小，所以说很难击中。这款游戏我玩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般，小的时候大概玩过2、3个币，2、3次，大概玩过2、3次。我记得第3次可能能打到 BOSS， 但是没能够通关，我又放超杀了。像这样冷门的格斗游戏就是这样，就很少有玩的好的。为什么呢？没人玩，没有人和你交流。你能找到的技巧也都是你自己的，像拳皇、街头霸王、噬魂、饿狼传说这种呢，玩的人比较多的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套路、连续技等等。但像这种冷门的，就自己摸索吧，打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了。这个角色也要收了。飞行道具打 AI 很好用 ，AI 一般起身不会防，但是起身之后，它可以选择一个瘦身，所以说你不能保证用飞行道具能够压死对方。这个角色也是经常性的升龙，而且它升龙地面呢是一段，然后再起来。这个游戏还出了续作2代，2代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已经是见过了。这个1代我真的只玩过那么2、3次，小时候肯定是没能够通关，最终 BOSS 实在是虐得我不要。我感觉我现在的水平和当年也没什么进步。我这次给大家录制之前就自己试玩了一下，扔了那么10几个币吧，终于是感觉还找到了一点点套路。进步之处就在于我知道了能把这把剑变成2个，看他这个升龙还是挺强势的。可以了，到我的回合了吧？刚才就是一个站立的重攻击接了一个重攻击，非常疼。好，可以了，带走。BOSS 是不会给你这种机会让你这样打的。这个角色我感觉设定真的是不错。这里是一个机器人的角色。这个角色不是很好打，攻击力也是比较高，虽然贴图比较大，但是呢招式还是挺灵活的。灵活的胖子是最难对付的。升龙呢，中攻击的升龙我感觉比较容易接到空中的这记飞行道具。他剩一点血了，我这个气不想放，我想留到下一局，然后召唤一个双剑，这样打起来比较顺利吧。双剑之后，像这种下重斩也是2段。我这个状态应该是再放不出来超杀了。超杀槽已经变化了。我这个技能我第一次见，真的游戏玩的太少了，就是敌方角色的技能放出来，竟然是第一次见，没有见过。防的还挺严实，斩到了下段，然后血空了。这个角色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，火热7里边有一个坦克，感觉这2个角色有点像，尤其是刚才放超杀的时候。
好，对面这是一个骑士，这个骑士啊也是经常的升龙，但是呢打他是有一个套路的，就是站立的中攻击。好，用这个距离来压他，因为他经常呢使用吹飞技。吹飞技之后，他一般是想接升龙的，但是这个吹飞技的攻击距离比较近，所以说我就利用攻击距离来压制他。这种刀剑格斗游戏，不管你用谁，一寸长一寸强，就应该玩长的，对吧？继续使用重攻击压制。有的时候他不使用吹飞技，这样很容易打到咱们。但是呢，换血咱们也是划算的。一旦被吹飞起来，他一般是接升龙，或者呢接超杀。好，这里是打一个影子，你看这个影子呢，非常难搞。难搞之处有2点啊，一是它的普通攻击虽然跟咱们都一样，但是它的超杀非常强烈，包括飞行道具，人家是2段，你根本是跟他对轰不过他。另外，它的超杀也不一样了，还有一个对空的超杀。第二个比较难的点在于呢，它这个有一点半透明。大家注意屏幕的血槽的部分，还有气槽的部分。这个游戏的模拟的效果不是100%模拟，所以说贴图上会有一些错误。然后对面这个角色这个半透明呢，我有点看不清他要干什么，所以说难点就在这儿。包括对面挂着一下，屏幕上这个背景也是有贴图错误。都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你看不清对面要干嘛，这个就比较难搞。我赶紧放出了双剑，希望跟他拼一波吧。他1格血已经被拼没了，开始掉第2格血了。好，这是对面放了一个超杀对空的，是一个双剑的升龙。带走。后面呢就是2个非常难打的 BOSS。其中下一个 BOSS 我感觉是不是一个穿越的人物啊？因为咱们是一个冷兵器的中世纪风格的格斗游戏，但是对面呢是拿着一把枪，大家看一下吧，拿着一把枪，这个枪啊，他如果放超杀，一个超杀打我1格血。我打他的套路呢，就是等他跳跃的时候，合适的距离，他跳跃的时候，我把他放倒，然后使用飞行道具来压他。但是呢，使用飞行道具压他也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他在有气的时候啊，非常容易呢起身一个超杀带走咱们1格血。这个角色非常的难搞，我感觉比最终 BOSS 还要更难一点。最终 BOSS 起码他吃套路，这个角色套路都不是很吃。放个双剑，你看打普通的角色，我双剑一般是留到第2局，但是打他的话，每一局我都想赢。每一局不追求赢的话，很容易啊，一次性输2局，瞬间的事。使用中招把他放倒。开始读秒了，都已经。这是他普通攻击，好带走。用了一个下 B 接了一个战 C， 他还没放那个最狠的超杀呢，最好是别放啊！如果见到的话，基本上就要没1格血的。现在是他吃亏，咱们稍占优势。这个 BOSS 真的有一点看脸，现在为止还比较给我面子，还是没放那个超杀。这个超杀让我想起恶魔战士的小红帽，就是用他的枪向前
他那个枪火力感觉这都已经变成炮了啊！出现了，我的天！看见一根血没了，带走了。再给我一下，就直接就本局没了。他还有一点血，没有打中，希望能砍中他腿。砍中了，用单剑砍腿都不是那么利索的，双剑还比较容易砍中。好，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使用的是一把链剑，他这个剑可以变成鞭子。打他，我只会一招。对的，使用飞行道具封死。这个大家也不要指望我使用其他套路了，打不过。感觉屏幕上可以同时存在我2个飞行道具，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所在。有的小伙伴表示这样打太无聊了，没关系，咱们先把第1局稳稳的赢下来，第2局呢给 BOSS 一点机会啊，一点点机会，看一下他的招式。这就是给我一招，半根血没了。刚刚他放个大，放个大的话，我可能就剩最后半格了。我的天！他放了一个比较温柔的大招。好了，第二局给他一点机会啊，大家看一下他的招式，但我不保证这局能赢了。看我已经跳出去了。看我的血，看我的血，一格已经没了，对吧？就是吃了他对面一套，一格没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我的血真的空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封住啊？因为他是有几率跳过来，跳过来那本局咱们就结束，下一局再说。跳不过来呢，咱们就把他带走，我再也不想看他任何一个技能。用超杀看看他吃不吃吧，应该是不吃，这种级别的 BOSS 不会吃超杀了。没过来，没过来，那就封死他吧。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冷门刀剑格斗《魔刃降临：血剑王朝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没有小伙伴交流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